大家好，欢迎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婚姻的美好啊，需要你用心去发现，用爱去体验。嗨，大家好，我是张瑞，努力做你的爱情保安。大家都说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呢，停下脚步，仔细观察，爱你的人就在身边。我觉得爱是义无反顾的妥协，妥协是一往无前的爱。大家好，我是作家陆琪。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祝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求助的3组嘉宾啊，有请他们出场。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高先生29岁，来自安徽；戴烨、张女士27岁，来自上海，前台助教。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用一句话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凡遇到点什么事情啊，他就躲到我和他爸妈的保护伞之下，做什么事情啊都不靠谱。他脾气很急，一点小事就炸了，我只能选择闭嘴。我太难了。他要是真闭嘴啊，那就好了。该他说话的时候他隐身，该他闭嘴的时候啊，他却吐槽我，你知道吧？这日子啊，真的没办法跟他过下去了。我们小片看完了，也大致了解了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们仔细说说吧。我们是2021年5月的时候认识的嘛，他是桌游主持人，然后我就属于就是去玩的那一波。聊着聊着啊，觉得这人还挺不错的，然后很快我们就确认了恋爱关系，差不多就半年多吧。他就跟我求婚了，脑袋一热就答应了。第2年的5月21号就领证结婚了。结了婚之后，这不就暴露出本来的面目来了吗？他啥事儿都不管，都是我来决定。然后就是在合租房里面租了整整2年，到了今天我们才刚刚把房买了，准备要装修。其实买房那个事儿，当时是说是等到一个合适的嘛，只是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就是喜欢的，然后我们还担负得起的那种。只是后来遇到了一个机会。也就买了呀。问题是在买房当中，这些事情都是我来出面的，对不对？然后关于这个买房的压力也是在我头上，他就觉得是你要买的，什么事你就自己看着办吧。知道这中介当中有中介费啦，什么税啦，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我又不懂，我又数学又不灵的了，我只知道我们俩就是能拿出100万。结果呢，聊着聊着，这房子当中就差了16万块钱。这16万还是我自己死皮赖脸的跟着我朋友那些人借的。16万是借到了，那你装修的钱呢？我赚钱装的呀。是你一个人赚钱装的？啊，对呀。他没有出任何的装修的费用吗？他自己不赚钱不上班，我是周1到周天连上7天班的，因为我前台助教嘛，周5、周6、周天这3天上班，周1到周4呢，现在不是流行短视频，我就会去做这种兼职，帮人家拍点片子。当时你从他身上看到你喜欢的点是什么呀？我刚跟他恋爱的时候，你知道吧，他挺稳定的，然后本身是干 IT 的，应该是有点钱的吧，对吧？这人长得人模人样的，那我就信了他的邪。他干过 IT 吗？你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已经是剧本杀主持人。我以前的工作的一些经历，还有网页，还有代码，我都给他看过。有一些码农，他们不愿意去上班的，他们不都是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接的外活，自己打开电脑就能够干一点小私活吗？我觉得他也可以接点小活呀，他不愿意。他认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告别那个行业大概1年半，将近2年时间了。觉得脑子不灵活了，找不回原来那种感觉了，就是落后了呗，就不愿意学习新东西。不是，那你生活怎么生活啊？他养你吗？就是会有一些的其他的兼职啊之类的那种活计嘛。不稳定的工作占据你多长时间？这个不太好说。如果有事情忙的时候，可能1天都没有时间；如果没事情忙，可能1天都是空着的。那基本上就是周6、周天，或者是晚上比较忙，大白天的就睡觉，要么晚上打游戏。不是，你1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啊？那个时候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就撑死了1、2千吧。后面现在环境好了呢？好了之后也会就是只有极个别的时候嘛，因为那个行业它不像其他的行业。你什么行业？开得快，就那个娱乐行业嘛。桌游嘛。桌游。你非得去桌游店吗？很简单，比如说你在上海，奶茶店可以打工吧，肯德基店、星巴克店都可以打工吧。
他觉得他舒服就行了，每天也没啥事儿，又是自己喜欢的，又可以跟别人打交道，然后每天至少这样子保证了房子自始至终。那人家做5休2的人照样可以上班，照样可以去赚钱，照样可以去盯装修，你就不行。钱上帮不上忙，那咱当个好老公，家里面呢？说到家务活，我跟你说，有视频，你看看他在家里一堆的快递，我们住的环境，看到没有？床上吃东西啊，挺可爱的，吃的是面条，我的天，吃完的东西乱放。啊，这就是这还是我稍微收拾了一下的，就是这些垃圾、厨余垃圾什么的，锅都不用说，都不会管。这还是我拍的比较干净的那一种了哈，太脏的我也不好意思就拍了嘛。毕竟结婚确实也没有经验嘛，像他说的，谁结婚有经验？你结婚有经验就是二婚了。就以前可能自己生活的也比较简单，然后生活也比较少，考虑的比较少，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自己去想，也不需要去接触。因为我本身性格就是也是一个慢性子，所以说。就是有可能会需要多次的、慢慢的去这样去改变。那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她的丈夫，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你觉得你给到他依靠和支撑了吗？可能。他爸妈怎么说呢？家里就他一个独苗子，所以就保护的特别好。但凡有的小毛小盾的，他要回家，爸妈就给他照顾的很好，就像个保护伞。他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然后找着了我这个上海的小姑娘，然后又特别能干的，然后他现在躲到我的保护伞下面了，就等于说他自己规划的老好了。哎，男生，我问你啊，他在忙装修啊、上班啊，你在做什么？其实我也都有做，但是不是那么尽人意。你肯定是做的少嘛。那我问你。你不做那会儿你在做什么？打游戏呗。你打游戏，你有钱你可以去打，我没有说不让打，但是他打游戏就打得特别厉害，你知道吧？打到凌晨2、3点那种。就我干完活回到家人没有了，然后我就打电话，你在哪呢？然后我在网吧。还有他跟网吧那些人就吐槽，还想跟我离婚，这也有视频。今天忙完了没？家长装完没？装完了。来，赶紧的，快来打2把。不行呀，不让玩。这他要管呀？怎么事这么多呀？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又生气了。你又不是出去乱搞，就出来打游戏，他还管吗？这管的真多呀，这简直就是个母老虎。哎呀，他就是嘴巴厉害，脾气急呗。都管成这样了，还不知道光嘴巴厉害？你说你天天合并了，动不动要这要那的，哎，累死！一天天的还事儿多，赶紧离婚吧。像他这样天天，哎，气太多了，我估计我可能也顶不住。他觉得我气多。我俩离婚，你包红包吗？只要是真让你给说离了，得不得给我包几个648？兄弟，最后我要说一下，最后那2句是个游戏的梗，那不是说真的是明白那个意思。这个知道。但是你这个朋友他有朋友吗？除了你之外？有。他这么讲话？不是因为游戏嘛？你跟那个朋友趁早离了吧？你跟朋友离了？他要跟他朋友离了，你给包648吗？可以，不行啊！你这个朋友哪有这样讲话的？打游戏的朋友嘛，就是现实不会有太多的牵扯。你现实就不会有朋友，你这就是废物点心联盟。你有什么计划吗，男生？就你未来要怎么办？我是打算就找一个就是觉得可以长久的职业嘛。前段时间在家里面，我去学习了一些关于就是剪辑的一些东西吧，像简单的去做一些视频，然后剪辑踩点儿，包括一些字幕渲染这些东西，基础的东西我基本上现在都会了。然后我还给他找兼职，好不容易给他找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老婆，今天下雨，外面好像不太合适吧？”然后就不去了。就是吃不得苦又没有能力，像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个天坑啊。那我后来还是去了的。去还是去了，就是当时第一反应他是拒绝，然后后面想了想，然后他最后在我的这种威严之下，就他还是去了。你们2个人今天来这儿，需要我们怎么帮你们？我就觉得我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
我觉得就是他在他父母和在我的保护伞下面待得太久了，有一点不太愿意往外冲了。就因为这几年环境确实不好的情况下，我能理解，我只是希望他能有一份简单的能够养活，至少能养活自己。他说的话，或者说他自己给自己做的未来规划，你有信心，或者说你相信他能够去实现和完成吗？我不知道啊，我说的他愿意做，但是他又做不好，我怎么办呢？那个，咱们先听听跟你们同样遇到困惑的这2组求助嘉宾啊，他们对你们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我就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在一起时间太短了，然后就结婚了，女生也没有彻底的了解对方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那既然结婚了以后，能不能就是女方再给他一点改变的机会呢？你真宽宏大量哎，我发现。你先生怎么看？我是觉得男生呢，就是结婚之前在家里被父母都保护得很好，然后结婚之后呢又被老婆保护得很好，然后自己呢就什么事也不做，然后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吧，一个男人啊，特别是结了婚之后，不管你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吧，从你走出校园的大门之后，我觉得一个男人就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更何况结婚之后更应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你爱人也说了，她想做那种小女人呢，小女人呢回到家找到老公，能给她爱和温暖。特别你在装修，作为一个男人应干的活你都没尽到，而且你挺大的男人，说你不但是没有固定的工作，你不感到自己那种不说低级吧，说感到应该是自己感到是在面子上挂不住，靠老婆养活，而且你习以为常，你这种惰性一定要改。就是你是不是有点不太喜欢你老婆对你有点比较急或者比较强势这种感觉？倒也不是，是吧？那最好。那如果说你能让她变成你们当初恋爱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你就多努力，她一定会变成那个样子。女生啊，你今天是来想跟他分开的啊，还是想让他那个长进的？我就想让他长进。我感觉我说的和他家里说了太多回了，我得让社会的压力给他。停！我就想让你回答一句话啊，行，是想来让他长进的，是不是？那我给你俩建议很简单，你少说，让他多做。就是我好多东西我确实在背后做了不少努力啊，而且但是呢，就是你干嘛要在背后去呢？背后去做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做不太爱说，所以要调整吗？你们现在核心是没有问题的，他不想跟你分开。啊，他觉得你是一个可塑之才，所以就说。你呢？你背后做了很多的动作，但他不知道。然后前面又没有效果，而且你又听他的，所以总之你们俩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变，怎么变？有些事儿不用听老婆的，他想听你的；有些事儿必须听老婆的，你得分得清。你现在只能勉勉强强达到你老婆的一个最低标准。钱给老婆，这俩真是老好人。你去增加自己的技能，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拿出自己的阳刚之力来。曲老师说咱们俩有点顺撇了。就你俩真是好人，真善良，你俩真的。不是，这主要是什么呢？刚刚我觉得曲哥说的有一点是我觉得非常赞同的，就是给他一些希望。你看他们两个来到这儿干嘛呢？就要爱嘛，对不对？192我们就要爱嘛。那就要爱就给出就要爱的一个方法。你看当时我不知道那个3位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们有没有注意那个细节，就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细节。在刚刚他们那个视频当中，2个人就是有一个镜头慢慢的给向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拿着面条是比较可爱的抬头，就有点对那个女生流露出来一种母爱的关怀。但是男生你现在才27岁是吧？29啊，29。那你的人生也刚刚开始嘛？29岁人生刚刚开始是吗？他的心理年龄啊，也就18，刚刚开始嘛。对于你来说，就是还是有机会的。你现在早努力一天，就早享受一天嘛，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你忍住，犀利的要来了，姑娘。赶紧跑，就这3个字儿，赶紧跑，赶紧追小伙，不是，真的赶紧跑。我先说一点啊，我今天早上刚看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姑娘。结婚时，我们相信有良人可以值得托付；离婚时，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也可以笑傲江湖。这个人
他不是那个能扶得起的阿斗，他就是这样一个品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靠完父母要靠老婆，靠完老婆不知道靠谁的一个人，你怎么扶他起来？通过几点就能观察得出来。他到现在都依然把装修这件事挂在嘴上，觉得自己委屈的不得了。请问谁家结婚不装房子？其次，29岁了，你到现在才开始去寻找人生的方向，你口口声声说啊，我学了这个，我学了那个，我要怎么样，我未来要怎么样？拜托您。我一个堂堂7尺男儿，我让我自己的女人在外面每天算计，我今天要挣多少钱，明天要挣多少钱，我要给房子装修，必须要挣够这些钱才能把房子装完。你心疼自己老婆行不行？好，我不去送外卖，我不去送快递，没问题。那您把家里打点好可不可以？我是觉得有点太躺平了，太满足于现状了。当然这背后有你强势的一面，但我不觉得女人强势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是他软弱的一个借口。所以就看你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你能接受得了什么样的生活。你今天是来寻求帮助让我们给建议的吗？我的建议就是忍不了就跑，就这样。姑娘，首先我跟你讲个事儿，千万不要听那俩长得帅的，那俩长得帅的一边演着戏，一边还来上节目挣钱，你听他们的呢？赚钱，你听他们的呢？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所有男人的成长都来自于家人的放弃，家人不放弃他，男人是不可能成长的。你在他那个问题上面，你太软了，你人太好了。上海小姑娘变成上海马大嫂，就是一个差距，嫁错了人。这个男人爱你吗？爱过。但这个男人真的爱你爱到你所期待的那样吗？没有，因为他能舍得看你受苦。这个苦是当一个女孩子站在那里说，我1周7天都在工作，我拿着小本本算我每一份的工资可以填进装修多少。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却居然又去网吧。我就不说他有没有在家里给我洗个碗了，他去网吧不花钱吗？我在拼命地挣每一分钱，我的丈夫却在网吧，可能他自己还觉得花的不多的，任性地花掉每一分。就他的委屈都已经让我们都没法直视的时候，你却可以在这一种委屈当中，每天日复一日地躺在那儿。可能你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也可能你会在自己的人生角色里头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未来我估计也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父亲。一时两时你们如果不愿意散伙，那就先不要孩子，两个人各自再努力一下，把彼此的爱消耗完，这张婚姻应该会是解体的，这是我一个糟糕的预言。我们的建议都给完了，你们两个人都好好思考一下。咱们先坐下来，慢慢的想，听一听其他人的故事，好不好？好，好，来，有请。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杨，27岁，来自四川，自媒体；小刘，24岁，来自江苏，无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认为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什么？他在南京一直买不起房，没房子，我父母根本不可能同意我们结婚。难道在南京买不起房，我们就一定要分手吗？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岂不是都白费了？他总说他爱我，在乎我，为什么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是让我满意的呢？这么多年我一直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可他永远都看不到，我真的累了。又是因为房子而来的。你俩现在是什么状态？谈恋爱是吧？对，是这样的，老师，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认识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嘛，然后当时在网上聊的也挺好的，然后因为我是四川的嘛，当时聊了可能有个大半年的时间，觉得也不错，我就去南京找他去了。然后一见面嘛，觉得他人挺好的，也挺温柔的，小姑娘长得挺好看，那时候也不胖，我就决定留在南京工作了嘛。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的，可能就因为我们都比较内向啊，就这么处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我就向他表白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家里就特别的反对嘛，因为我是外地的嘛。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也特别坚持。然后呢，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一定要在南京努力，然后给他一个好的未来什么的。所以说这么些年呢，其实我觉得我是挺努力的，不过呢，可能就是运气不太好，然后一直呢可能就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因为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嘛，可能家里这边就催着要结婚什么之类的，而他父母这边呢，可能就是让我在就是近1-2年之内就必须在南京买一套房子，但是我家里条件呢可能就很一般，不能帮助我很多，而我自己呢现在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一开始他创业电商的时候也赚了一点钱，就是也能在南京就是付个首付。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买个房，这样我爸妈到时候也好说。他就非要再去创业，然后失败了，然后又去摆摊。我当时就是做电商，然后开店不是亏了钱之后嘛，身上已经也没有钱了，因为我们老家那边不是做凉菜比较出名嘛，在那边呢给我找了个配方，让我说摆地摊卖那个鸡爪。结果呢就是我摆摊了之后，因为我每天早上5-6点钟就要去那个市场买那个鸡爪子什么回来，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加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让他过来给我帮忙，因为他也不上班，他就死活不愿意来。那你最后坚持下去了吗？我继续坚持卖了呀，确实当时生意挺好的，我就想着那开个店呗，因为本来我觉得又投出去。对啊，我又开店了，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本来想的挺好的，我说2个人搞个小夫妻店，对吧？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来。那这个店干下去了吗？没干下去，因为当时的话可能确实就是对这方面考察有点问题，开了半年。即使他去帮你，你这店也可能做也干不起来。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父母就不同意嘛，就完全反对。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想跟他在一起，他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就没有管我父母这些话。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父母说的话也挺对的嘛。你现在为什么会觉得父母说的话很对？因为没有物质的保障，我觉得肯定是不。你的物质是谁保障的？原来上班有一点钱，然后父母也会给点钱，所以是你爸妈在养着你。对，大多数还是我爸妈给的钱。这钱不给你花吗？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花他的钱的。那不就还是他在养着你，但你却觉得他提供的服务和环境不够好。但是这根本就不是根本问题，结婚了不可能没有房子住啊，因为房子。结婚为什么要娶个没工作的老婆呢？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嘛，所以说可能我对这段感情的话就看得格外的重要。并且他以前刚开始我们在一起都特别的好，因为那时候我刚在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每天都会从他家到我工作的单位，可能就是来回路程得2个小时，而我中午呢就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嘛，然后他每天都会过来陪我吃顿午饭，我觉得那时候挺幸福挺开心的。那现在呢？现在的话就是动不动然后就发脾气。就有一次吧，我们去商场看电影，本来挺开心的一个事情的，然后呢到了电影院，他想吃冰淇淋，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呗，然后我就吃了一口，我还觉得挺甜蜜的呢。我可能就是吃的稍微多了一点吧，但是我没有想到接下来他直接就站起来把那个冰淇淋给扔到垃圾桶了。是这样子的，我说要买2个冰淇淋，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嘛，他就说不要，他说他不想吃，买了以后他说尝一口，我当时也没说什么，我说那行吧，然后就吃我一大口冰淇淋。其实有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那比如说很喜欢吃这个爆米花，对吧？那要不要啊？你不要哦，那好吧，那买1个吧。那另外一个人就一直抓他的，他就会不高兴。我觉得要挺可爱的，但是也太过激了，直接扔了。就现在脾气变得很暴，是吗？对，我是觉得就是你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他是那种很抓狂的，就是大吼大叫，而且公共场合。我就觉得很尴尬，真的很尴尬。那我为什么这样？我还不是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了，而且我本来就跟你说过，我说买房了我们才能在一起，你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过。你没有跟你爸妈去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男人他现在有多么的努力吗？没有，我觉得他从来就是在他父母面前说我的坏话。他怎么说你的坏话？有次他跟他父母讲我动手打他，其实你确实动手了呀！你说的这件事情我就来气。没有，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时候我工作也很忙嘛，然后每天晚上就回去特别晚，那天回去都12点多了，特别累，然后我就不想洗澡嘛，我说我先休息一会儿呗。然后他在旁边打游戏，然后回来就让我，你赶紧去洗吧，赶紧去洗吧。我就有点烦，他就过来一直就是烦我，一直烦我。可能我情绪当时就有一点失控了，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轻轻推了他一下，结果他直接冲厨房拿了一把剪刀朝我手上就来了这么一下，到现在手上这边还有一个很长的就是疤痕。当时我就感觉他推我了，我也就比较像疯了一样，我就感觉很害怕，我就拿了剪刀过来想吓他，他就想过来抢夺这个剪刀，我们就在争夺的过程中，然后这个剪刀就是不小心划到了他的手，误伤。
对，不是我故意想戳他，是他来抢剪刀。但不管怎么样，拿力气肯定是错的。对，这确实是。当然，你推人也不对。这些事情你都会跟你爸妈讲，是吗？这件事情我跟我父母说。那姑娘，我挺奇怪的，就是你爸妈本来对这个人已经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了，你还在给你爸妈煽风点火的这样的去描述他的不好，这不就更加剧了你爸妈不同意他吗？因为当时我就没有倾诉的朋友，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丑事，也不可能跟朋友说，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因为当时我也很这事儿你讲给我们听，我们都觉得你在里头可能过错更大一些。我父母也说是我确实也不对了，因为也是烦他了什么的。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以来吧，他父母对我意见本来就很大，然后我经常也跟他讲过，我说你就不要有时候什么事情都跟你父母讲了。所以说平时呢，我就会更加多的去包容他，我甚至不敢去惹他生气，因为我特别害怕他又把我一些可能稍微一点点小事啊去放大给他父母讲。就习惯了跟我父母说任何事情，然后我父母也是为了我好，也没有害过我。哎，姑娘，我问你一句啊，马鞍山买房行不行？必须得在南京买房。你跟你爹妈借25万行不行？我父母不会同意的。你连尝试都不愿意尝试，这事儿就不用说了，还说啥呀？我跟你说哈，你自己没想过为你们的爱情做点什么？有很多女孩子，我明明知道我的父母反对，我就跟他一起存钱，争取来付一套首付，换得父母同意。而你就好吃懒做的站在原地嗷嗷要，打着我爸妈要为名义来向自己的男友要房子，这就是您做的，不付出只索取。你就跟爸妈待着就行了，姑娘，就做他们的乖乖女，做一辈子就好。男孩就走吧。抛开你父母说他没有房子这件事儿，就此时此刻告诉你，你可以嫁给他了，你嫁吗？嫁。假如男孩他义无反顾的愿意嫁你，你要娶吗？哎，我肯定会。那你看上他哪点了？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责任吧。你们两个人今天来这里寻求我们帮助，诉求是为了要给你爸妈看，说服你爸妈不要对他要求这么高，还是说？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我希望吧，他就是家里不要就是逼得特别急，让我就是在近期一年左右，然后就必须买一套房子，然后买不了就分手。你妈妈已经给你下了最后通牒了，是吗？对，因为我父母也觉得看不到希望，他就觉得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吃懒做的人，我就应该找一个。你爸妈对你的认识还是挺清晰的。我就应该找一个稍微比我勤劳一点的，能至少撑起一个家的人。你爸妈给你的期限是多长时间？1年是吗？对。那这1年他就是买不起房，怎么办？你1年之后要跟他分手吗？我肯定是不想跟他分手的。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就是你爸妈对你提出的要求，你能做得到吗？还是说你会进行什么样的反抗？我觉得我会反抗大一点吧。所以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给您什么帮助呢？希望他能听我的话，能安安稳稳找工作上，哪怕钱赚的少。你看啊，这个是一个悖论。如果我看好这个男人，我觉得男人一路能够披荆斩棘，那我帮助他，我跟他一起来扫除这条路上的障碍，好好奋斗往前走了。如果说你决定不行，你让他安稳，同时要房子，你逼人家逼得太过分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合适。都说那个上海的女人特精明，咱们听听上海姑娘。就这个姑娘，她又想要她得有房，然后又想要她有个安稳的工作，你给出招咋办呢？他们说实在的，她这样的能力创业吧，你不一定保证能赚钱，1年买房子不可能，那还不如换一个，尽早换了吧。哎，那你说要是你老公是他这样类型的，特努力的，但是赚了一些钱又赔了，不行，他家庭条件太差了。所以这么一对比，你老公是不是还挺好的？那还行吧，至少家里还行吧。不是，等一下，这个我不同意啊，这价值观不对啊。我也不同意。我觉得肯定是努力比家世背景重要吧。对呀，是吧？努力没用怎么办呢？努力暂时没用。对，你不能保证未来也有用。我在30岁之前欠着几百万的外债。根本不要说是存款了，就天天被人逼债。但是啊，你只要一直努力下去，一个人只要不放弃，有一口气在，你迟早有翻身那一天。那成功的有几个？因为这个时代他一定会给你机会的。但是躺平那个人家里面有万贯家财，他总有吃空的那一天。就是你的这个想法很可怕，就你这个想法呀，促使你今天站在台上哭。对，我刚才劝你跑了点儿。对，不是现实，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劝你跑，我觉得可能你也跑不远。
对对，他跑了也会掉进又一个坑。对，你会掉进另一个坑。你是价值评价系统出问题了。对，你的价值评价系统会让你的目标实现不了。男生，她老公怎么想？我吧倒是没有太多的想法，我觉得说他俩在不在一块儿吧？钱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慢慢挣的嘛，毕竟你有这个能力，就是至少你有挣大钱的决心，跟我还是不太一样的。来，我们听听大哥大姐怎么看。我说句话，我首先对男嘉宾应该是点赞。我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男人，能屈能伸。其实对于他经历问题，我认为从我男人的角度来看不是问题。虽然现在买不起房，人这一辈子不是出生就所有人都含着金钥匙的，对吧？我认为贫困夫妻百事哀，父母吃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都多。我不赞同没有祝福的婚姻，因为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哦，这是有经验和教训的，觉得要听父母的话啊。那是你没找着好男人。哦，那您是好男人吗？我自信。我自信。来吧，曲总给意见吧。我觉得你们之间啊，压根儿就没有爱，赶紧分了吧。爱挺多的，你爱他吗？爱。爱什么呢？他几次创业需要你帮忙，不去。你没有看到他在面对着事业困难的时候那种无助，那种需要人挺他一把，你没有。在他面对你父母的这种，我觉得其实叫歧视，你没有为他而言。你说的是什么？我相信他能挣到房子，真的吗？断然不是。男生啊，记住我说的话啊，好好想想。刚才我问你啊，你爱他什么？这是一份责任。你要让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的形象，你在为这件事情去奋斗、去拼搏，因为你奋斗的时候，压根儿你不知道他在远远的在你身后，你没有他，你心里没有他，好吗？警醒啊！其实我跟曲老师的观点不太相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有爱的，而且通过什么？各种感觉，比如说中午他特意去跟他一起来吃午饭，这是一种爱呀。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时候爱消失了。比如说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我们有这份爱，在4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这份爱的呀。爱的方式不同了，但是他们两个一定是有爱的，有闪光的，要不然这5年走不下来的。我也替这个男生说一句话，他说的是因为一份责任。我觉得有的时候爱的时间长了之后，除了爱之外，由心而发的也是一份责任。所以我非常的感受到你们之间的爱，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方式你让对方感受到了吗？对方感受到了，但是你让对方的父母感受到了吗？可能父母他们不理解，他们就会感受不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2种答案，就很简单了。这也是我不想说的一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你们两个分开吧，我觉得都太难受了。但是我看到有爱的人分开，这是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想这么做，第2个想法就是你帮助你的男朋友一起来去说服你的父母，用实际行动来说服你的父母。可以跟父母讲，我现在我也去赚钱了，但是你跟我们的时间线能不能放长一点？如果你真的要房子，2年，我们2个共同来奋斗，我去找工作，能不能2年给你个首付，好不好？我能看到你们的爱，但是你们2个真的要保卫你们的爱情。现在我觉得你们俩一个不想嫁，一个不想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似房子是横在你们之间无法结婚的一个最大的杀手，对不对？其实房子它正好是一块遮羞布。女生如果真的想嫁的话，一定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在你的爸爸妈妈面前说他的好，帮他弥补他的不足。你也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帮他一起来攒钱，然后把房子买了。男生呢，不想娶，其实已经有了那个首付的钱。如果真的那么想娶，首付挣到了马上买房。但是你不是，你是打着要买房的名义去干了投资的事儿。所以我就说，你们2个人拿着房子这件事儿当遮羞布，不如大家真的清清楚楚的把话说开了。女生更应该做的是，今天作为另外的一个起点，好好想一想，你不应该再这样混沌的混日子下去了。这不是对别人有什么样的伤害，这跟他没关系，你知道吗？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伤害。就算没有这个男人，你未来的人生路要怎么走啊？靠爹妈一辈子吗？
其实我比较同意张老师的话啊，确实有爱的，但是呢，是2个慌了手脚的年轻人。男生啊，我给你一个作为创业前辈的一个忠告吧。我很清楚，创业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一定亏掉的，没有人会拿那个钱买房，因为我认为我能挣到更多，所以他一定会投入再生产。这是创业者几乎所有的通病。那谁知道我这一脚踩空了？一定踩空，为什么？因为第一笔钱他挣的是什么？是时代的红利嘛，是运气嘛。后面才知道，哦，原来我没有那么能干，所以这笔钱是一定亏掉的，不要去想了，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男生，你现在是慌了手脚，你被他搞乱了。你现在无论如何也挣不到那笔钱，不管是你去创业也好，还是去找工作，都挣不到那笔钱。既然挣不到，那为什么不回到你最擅长的那个赛道去呢？为什么不回到你曾经最挣钱、最来现金流的那个赛道去？说实话，我想了想，我27岁，我不如你。我觉得你先放下那套房子的事，也放下他给你所有的压力，回到自己人生的真正的创业节奏上面，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做。你要明白，这个时代是不会辜负人的。至于他爹妈，不需要这个姑娘介绍你认识，你自己搞创业的，你想办法去认识他爹妈，只有这样才能说你是一个撑得起来的男人。父母反对都不是事儿，但是缺的却是你没有那一颗我愿意纵身一跃就跟他在一起的心。而且我也不觉得你爸妈就是拦在你们面前这一座大山，所谓的房子，所谓的父母，只不过是你们抓过来的一个幌子。我作为女儿的妈，假如我不让我女儿跟谁谈恋爱，我可不是说我再给你1年时间啊。坚决反对的话，我会说的是你给我回来，你敢见他，我打断你的腿。对。所以当这一个父母还在说，哎呀，你跟他看看，我就不信他买不买得了房子，再买不了房子的话，你就要跟他分手，我不许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对父母没有真心否定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爸你妈都不认为你有别的价值，你爸你妈也知道，也在观望。现在有个男孩能接盘我家废物女儿，挺好的。现在你们2个人很简单，无所谓父母的倒数1年，你们就接着谈恋爱就得了，没有这个倒数。这个倒数的滴答滴答滴答它不存在，它就是你们家的闹钟的声音，仅此而已，关掉就是了。好好的谈恋爱，往下谈，能存多少钱存多少钱，而你得好好找工作。你再不找工作，再不让自己能够显示出一旦我父母生病，我也还能扛得住我爸妈，一旦我身边没男人，我还能扛得住我自己。你好歹展示出一个作为人我能站得住的样子，你才配成为一个家的女主人。这个时代对于女主人的要求可不是从父亲家到丈夫家就完成了一个女孩到女主人的过渡。你听得懂吗，姑娘？没有现成的女主人给你做，没有现成的养尊处优的阔奶奶给你做。提高自己，现在你面前的危险更大。我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来，我们有请这位大哥大姐。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王先生48岁，来自哈尔滨，个体；李女士50岁，来自哈尔滨，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再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再婚就是想幸福的和他走完后半生。我觉得对他来说，再婚就是给他们家找个免费的保姆，帮他照顾儿媳妇儿，照顾老妈。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还是希望他和我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能够多多理解我，也包容我的母亲。他凭什么让我包容和理解？他要真的想让我和他结婚，为什么不拿出点诚意来？他要这么一直自私自利，就让他一个人过吧。因为要再婚，所以这个再婚遇到了坎儿，对吗？是这样，我跟他是2021年下半年认识的。那时候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是没正事儿，就是爱娱乐那种。说问你介绍对象，我介绍啥对象？就是有意无意的吧。实话实说，
完了就跟他聊上了，因为我是做个体汽修的，农村家还有地，完了就是有时间聊两句，有时间聊两句，聊了大半年多以后，就是每次聊天感觉他比较真诚，比较善良，不像说现在当今那些女孩那种性格啊、物质啊，就体验人家什么房啊、车呀、彼此互相关心关爱那种。所以说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来追她，我俩处了这不是1年多了嘛，就想结婚领证了。完了最近1个月之前多吧，他现在就不想跟我结婚了，所以我今天来这个诉求，就是恳求5位老师吧，就是意思帮我劝劝他。他特别自私，他就是想利用我，想让我做他们家的免费保姆。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啥叫免费保姆啊？那本来就是嘛。那你看他的想法非常怎么说呢？应该说歪曲，就是我先离婚，我儿子后结婚的。我意思啥？就我儿媳妇到我们家以后，没有感到婆婆的温暖和爱，我就感觉很亏欠我儿子，亏欠我儿媳妇。本来我们是原定计划来年春天结婚的，现在他就要提前结婚，因为他儿媳妇在年底生小孩，想让我伺候月子。这不省了一笔钱吗？我说的你去请个月嫂，他不干。我又不是他的亲婆婆，我又不是他的亲妈，你说我怎么能照顾得好啊？你就是老假想，我的意思就趁着我儿媳妇打月的1个月时间，沟通一下感情。以后老了以后，咱到儿媳妇家，咱也要有一个心里有个踏实。你现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对儿媳妇一点付出没有，你到老了以后，你现在人不太多了吗？对吧？我们刚才有是当英雄的，哎呀，我都死了一天，我老了我谁也不靠我，自强自立。你花钱就行了，不用那么说那么多。是，他就是你花钱就行了，1个月拿8000块钱出来给他也行，给月嫂也行，好不好？这事很轻松就能解决，对不对？有就是8000块钱，去不去？不去。好，给月嫂，给月嫂，好，解决了这个事儿，不用这么嘚说下去。他这个后婆婆和儿媳妇处不好感情，没办法处，反正8000块钱拍桌子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好吧，还有就是他妈妈特别强势，总说我，哎呀，浓妆艳抹的，说我什么不着调啊，怎么的。你看看人家2个嫂子都不化妆，就你咋这么爱化妆呢？还不会过日子。老师你不知道，我父母都健在，今年81高龄，他思想非常守旧传统，完了就好嘟嘟磨叨。8岁人。您跟您母亲住一起吗？对，住一起。未来有打算搬出来住吗？没有，不可能。就她要是嫁给您的话，她得跟您和您妈妈、母亲、父亲住在一起，对，是吗？那必须硬性要求也算是。必须的。不同意。大姐想出去住是吧？对。因为啥呢？虽然我不是独生子，我们东北人习惯，特别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就是实行啥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我是最小的，就是和我在一起。我好奇问一句，你和前妻为什么离婚？实话说，反正也是婆媳矛盾非常大。就是不想伺候了呗。你说什么？就前妻不想伺候了，现在她就再想找一个，然后伺候她婆婆，伺候她儿媳，不就是换一个女人再伺候呀？然后再伺候她。哎呀，你看明白了。这位美女，你不能说你完全不对，我不能说那个排斥你的想法，但是你给我站在我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最起码有责任，你就担当吧。那你为什么你非得要让你老婆当护工呢？我不是当护工，我的想法可能稍微。那你亲自动手啊！你照顾你妈妈呀？这我照顾我妈可以。他妈妈事儿特别的多，就我买个快递都不行，都得问问是啥呀。如果要是给他买的吧，还行，就不吱声了。如果要是我自己买的，他就会说：“哎呀，不能乱花钱呐，不能什么都买呀。”完了还问这个东西是你花的钱呢，还是我儿子花的钱呢？我儿子挣钱不容易呀，过日子得节俭呐，怎么地的，一说一大堆呀，磨叽起来就没完。那你觉得他妈妈对你的评价和对他前妻的评价相比的话，对你是不是稍微好一点？我在他家住现在2个月了，快头1个月的时候吧，对我挺好。后来这1个月就事儿就开始多了，不像原先那样了的，就是做饭都看着，不行做多了，不行做少了。老师我说了，80多岁人了，穷怕了。那小时候啊，吃这顿饭真的想带顿的。这老人这些事儿啊，咱们不去说，关键是你得做什么。不是老师这样，我这一天说男主外女主内嘛，我并不是说大男子主义，因为我工作忙碌，就是搁家住比较少。这他俩发生小冲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我妈肯定得跟我说。哎，所以你妈到底觉得前妻好还是他好呀？他咋认为跟我不重要，关键是我咋认为就完事儿了呗。我认为他好啊。哦，那就知道答案了。所以你妈是希望你前妻能回来是吧？老人的最终的想法我也摸不透，说实话。
只要我们2个人好，他妈就不愿意。你看我俩要是一好了，有时候有说有笑的了，或者我俩要去干啥了，他妈就保证给他叫过去。儿子呀，我这边没有水了，我这边没有烟了，再不你给我拿点东西呀，就不让我俩在一起。我父母就实话，地道农村人，也没啥文化，没念过书，所以说那个他对儿女这方面理解的程度比较少。那你说咋整？对于他们的关系，包括我前妻，对吧？我也没少撮合，也劝，对，都说夫妻矛盾解决不了，都是男人的错误。我也努力了，但是你说轻了吧，我妈不吱声；你说严重了，她也说，哎呀，这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就寻思我妈那么大岁，80多岁，81了，马上过年82了，你再将就能将就多少年，对不对？姐姐，你是不是经常被他这么嘚不嘚，然后洗脑？对，我们这节目字幕君都阵亡了。我比较内向，不好吱声。我跟你讲，他所有说的话你都可以忽略。为什么？因为他所有说的话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对，都是为了自己好、自己妈好、自己儿子好，没有任何一个字是为了你好的。对，我们抛开他这些乱七八糟其他的这些事儿，外部的因素不说，他对你怎么样？现在他对我也不怎么好了，不像原来了的。上几天他喝酒喝多了的，回来之后他就睡觉了的，一睡好几个小时都不醒。醒了之后嫌我没给他沏茶水，完他妈妈也说。人家媳妇在原来保证能给水给预备好，你这咋没给预备水呢？姐姐，他前妻也没这么好，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给你制造压力，给你制造一个标杆，要让你因为我的前面有位姐姐这么好，我得像她这么好，所以你就会照模学样。我才不学呢，我不上这个当。那你为什么不走呢？在他提出前妻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他，我走了，你找你前妻去。我感觉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他吧。那你就受着不就得了吗？您有房吗？没有。有工作吗？没有。没有。在他家吃他家的，喝他家的，对吗？对。还得花他的钱，是不是？对。你这不就是活该吗？您看啊，大姐，你嘴上说我不能当保姆，但是包吃包住，只不过你的价钱没要出来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怎么办？那你要是觉得你过不开心呢，还不如换一个，要么就结婚，对不对？结了吃他家、喝他家、用他家的，你高兴，你也不伺候。哎，你过开心了，那也算你本事。真的，他家里所有的钱都是我管的。他父母就是我们俩结婚了，他妈真的是对我超级好，出去带我玩，出去带我旅游都撇下他，都带着我玩，买衣服、买吃的、喝的、金子什么的都是带着我。我知道你为啥能坚持到现在了，你合着跟他妈结婚了是吧？对，我觉得他妈老好了，像我亲妈一样，比我亲妈还好。你俩的性格很像啊，你跟他母亲的性格很像。对，是的，而且还带我出去打牌，然后带我出去旅游，带我出去玩。然后吃的喝的他妈还他妈知道他儿子不行啊，所以只能自己妈自己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这大哥呢，首先和大姐之间确实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爱情啊。然后呢，我觉得大哥可能好像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保姆，而这位大姐呢，为什么选择到现在没有离开呢？因为她自己啥也没有，她需要一个人养着。我觉得我看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位大姐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善良的人。如果是让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话，我可能早就跑了。这个大姐啊，听仔细啊，大哥，如果你们俩结婚了，工资谁管啊？聊过这问题吗？聊过，以前他说过不给。啊，好，放在这儿啊。第二，房子现在谁的呀？父母的。父母的是吧？对，你做不了主是吧？父母跟我要，80多岁了能要吗？那最后这个房子要给谁，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农村的房子也不值钱，给谁都无所谓。不值钱是吧？好，大姐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婚后钱一定不会给你的，这房子未必能给他多少，但一定不是你的，因为真正的房主他对你可是不满意的，对不对？所以说咱既然要图这点儿都图不到，干嘛还不赶紧跑？腰杆不硬就会被人看低，我们得自己要看高自己，自己要有自尊。其实大哥大姐，我是，我怎么讲呢？我直截了当的讲吧，我是第一次在两个人身上看不到什么爱情，就是在大哥的嘴里，就是永远没有对对方的爱。可能说大哥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可能说一语中的，但大哥你也别不高兴。那可能在大姐身上呢，她是有一些爱情的，但是她也是有一些需要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我觉得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当然，我的建议是，希望大姐能跟他分开，但是我觉得没有用，大姐再怎么分开，也会被他给你拉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要不然把我删了吧，就是两个人之间删掉吧，然后有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空白期，然后再去找到一个很爱你的男人，那个男人能保护你的同时，你才能离开。没有办法，这是我第一次给到这样的一个建议。哎，真的，张老师还真是第一次啊。那我接着这话说一下，换一个号段吧，就是把以前的一个去掉，全新号段，全新体验，没错，这样才能有爱相连。但是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因为需求和目的都非常的明确。但没有爱情啊。但是没关系，他俩不需要爱情，他们俩只需要需求，他们只需要他们要的那个东西，他们在对方身上都能得得到。男人要什么？男人要一个保姆且美貌，他找到了。女人要什么？要一个饭票，找到了。所以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们不谈爱和不爱，我只谈责任和义务。如果你们真的是一个以交换为目的的要开始一段婚姻的话，那我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其实不要那么贪，就会过得很好。我跟你讲啊，就你们这种家庭，我叫什么？叫貔貅式家庭，只进不出。而且貔貅式家庭，它是一个家族价值观，也就是说，从你爹妈开始到你孩子，一家几口全部都是这样，只有他是外人，所以他进到你家来之后，就是一个被榨干的材料嘛。这不就是你吗？纯粹的自私吗？你要采衣娱亲，你自己干，不要去压榨别人，对不对？虽然莎娜老师说的对，但是我并不同意你们两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我们认为爱情和婚姻不能这样苟且的在一起。相爱是吸引，婚姻是责任，生活是支撑。而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就只有对于对方的掠夺。他们之间，你看，他们之间也有人没有工作，也有人怎么地，我们也说他们，但他们是有情感的。你们之间看不到情感，只有掠夺，只想多从对方身上多占一点便宜，憨到最后就是被骗，就这样。您想逗母亲乐，您得亲自上。您别逼自己的老婆也跟您一起穿着五彩衣，然后打扮成小娃娃来逗母亲乐。现在对于您二人的关系来讲呢，其实我不祝福也不反对，因为我知道走不长，你们都有一点看错人了。您这边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你扛起家里家外的女主人，贤惠的女主人，但您却挑了一个漂亮的标致的女主人。这个漂亮的标致的女人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干活，而对于咱姐姐来讲，她就只不过是你暂时歇歇脚的地方。你暂时安稳下来没多久，你怎么认识他的，你还能怎么认识新的人？而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更好的人，所以对于您来讲，您一定又会飞走的，这一定是一次短暂的停留。就算你们这一次真的又果断地去领了证，真棒，你们结婚了，但是过几年换证，谁说又不会发生呢？米娜老师刚才说的很对，我们就得去爱那些真正爱自己的人，就像你们这样彼此看着对方但心里只想着自己的人，就不要爱了。那咱们就三组求助嘉宾，请你们各自回到各自的门后面，好好想一想，考虑一下你们接下来的感情何去何从。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对，就那个上海的这一对夫妻啊，他们应该还是会继续在一起的，肯定会出来的，会继续在一起的。那个妻子哈，没觉得他有多痛苦，对，他会有给自己找乐找开心的那个点。我觉得最后都看开了。比如她的婆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是坚强，对，还是挺坚强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吗？他有一种感觉，他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他是王。我觉得一段婚姻持续下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只要找到那个支撑下去的原因，他就能一直坚持下去。但是还是希望这个男人有所调整。来吧，我们一起看结果，请开门。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抱抱。好，请亮灯。真的希望今天对你有启发，小伙子加油啊！光有爱不够，还得真的疼。是的，要心疼你老婆，她挺不容易的。不是找个工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真的大家为什么把她当宝宝一样看？真的，对吧？赶紧的，赶紧的。你看你老婆的眼中是有光的，希望你眼中也会有光。祝你们幸福吧，谢谢你们啊。再见。第二对就是南京要房的那一对儿，会出来，女孩会找工作，对会出来。我觉得我觉得今天对她触动挺大的，对姑娘触动对，挺大的。女孩会有改变的，因为她他们且很单纯，磨合呢，而且迅速的成长才是正确之路。对很单纯的女生。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们一起揭晓第二对的答案，请开门。姑娘怎么样啊？肯定会找个班上的，提高自己。那你这个出来代表着是什么？就是不顾爸妈的阻拦是吗？对。这房子还要吗？对，迟早会有的。我还是那个建议啊，男生你还是得去找人家爹妈好好的聊一聊，这事儿得你出面啊，加油吧。好啦，请亮灯。祝福你们啊！如果真的有爱的话，就好好的爱对方，爱彼此，好不好？谢谢你们。剩最后这个东北的大哥大姐了，你们怎么看？我觉得难说，出不来。我觉得希望他们一定不要出来。来，我们来看大哥大姐的结果，请开门。鼓掌吧。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其实给到他们一个启示，就是如果说只想在一段关系当中索取不付出的话，那这段关系肯定不会长久的。